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外派生活不孤单。抵达美国之后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按照公司规定，在饭店自主隔离10天。一下飞机后，不会有人记录你需要隔离，也不会有人追踪你的隔离状况。到饭店 check in 时，除了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戴口罩、量体温和保持社交距离外，不会特别针对护照上的入境资料询问你是不是在隔离期间。所以入住饭店期间，我们就跟一般人一样，要自己下楼到饭店柜台拿早餐，自己出门买中餐和晚餐。外带餐点平均一份美金10元起跳的价格压力，加上要配合亚洲时间工作的混乱作息，两个人要如何在小小的饭店房间里和平共处，相看两不厌，是抵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挑战。影片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尽量让自己住好、吃饱和睡好，让郁闷的隔离工作期间也能常保好心情。住好是在订房时就能开始掌控的，在公司给的预算里，选择相对可以信赖的饭店品牌。评价较好的品牌，除了在各方面都能提供一定水准的服务品质外，饭店通常也会位在比较安全的区域。然后选择明亮通风、简单舒适配色、有办公桌椅以及双床房型。最后备注房间尽量不要位在电梯和制冰机的旁边，尽量减少噪音干扰睡眠品质。进到房间后，会先花半个小时左右，用酒精和除菌湿纸巾擦过每一个会碰到的地方。即使饭店强调有因疫情加强消毒工作，但是自己再擦过一遍还是比较安心。接着将一些常用物品归位，就是我们未来10天的家了。等一切都安顿好，就各自拿出电脑准备开工。只要有桌子、有椅子、有 WiFi， 就能工作一整天。住的环境没问题了，接下来就是解决吃的问题。美国的用餐费用非常惊人，大部分的正餐都是美金10元起跳，还要再加州税。2个人10天20餐就要吃掉400元，所以我们脑袋算盘算了又算，决定买分量大的食物，足够2个人可以合吃一份，吃饭的预算就能瞬间折半。分量大又兼具营养美味的非台式便当莫属，含税后均价14元左右的便当，有肉类主食和几样蔬菜。价格虽然是台北一般便当的3倍，但分量也有1.5到2倍左右。有时候饭后再加上超市买的水果，2个人也是能饱到晚上睡不着。其他如墨西哥料理 Chipotle 的碗装餐点，2个人吃也很刚好。大部分都是便当和 Chipotle 轮着吃，让脑袋在工作讯息爆量之余，不用再伤脑筋讨论要吃什么。但偶尔想转换心情时，也会交替 In-N-Out、Shake Shack、Five Guys 汉堡、酸面包、蛤蜊炒南龙汤，或是暖胃的越南河粉，为生活增添一些小确幸。住好又能吃饱，最后就是解决最麻烦的作息问题了。虽然在美国赴任了，但是老公还是需要跟亚洲区同事开电话会议，了解两边的状况。有时候从下午开始会有5、6个会议，到晚上11、2点才结束。再做完会议记录，大概凌晨2点才能休息。会议跟会议之间的空档时间，就是出去买中餐和晚餐的时候，提早买，偶尔能一边开会一边吃；晚一点买，就买比较好消化的食物，不然没消化完就睡觉，也会影响睡眠品质。再来就是睡觉的问题，因为老公总是工作到最后一刻就直接休息睡觉，所以脑袋难免还是会继续运转着公事，就会睡得很浅。一个人睡一张床就能避免已经睡得很浅，还因为翻身或抢被子而影响彼此的睡眠。另一个需要调整的是，
如果我先睡，老公就会怕讲话或灯光吵到我，所以我也会调整自己，差不多1到2点才睡。12点过后已经没有动力编辑影片，就会想想搬家时需要再采买哪些家具和必需品。床架和床垫如果要在搬家当天送到的话，加上货运时间，分别要在哪一天下订单。下个礼拜就要去看房子了，已经选定了几个社区，最近有没有降价？手机东点西点处理一些杂事，很快也就2点要一起休息了。以上美国饭店隔离的10天，也就在相看两不厌、越看越喜欢中结束了。下支影片要带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看房子，分享怎么筛选出比较安全的居住环境，如何预约看房，有哪些要注意的看房细节等等。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按赞、留言和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及时和我们一起出发去体验外派生活的点点滴滴哦。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